我跟你说，他们讲打篮球可以让自己变高，骗人的，没有这回事。我打了多少年的篮球，我后来什么球我都尝试，我还去跳绳。那个女生就看着我，周先生，这是我们给你安排的一个总统套房，至少如果明天晚上没得奖，你有个美丽的回忆。全听你说。我向电台辞职了，因为我想全职去搞舞台剧。我找到了我的一批朋友来帮我，可是电台那个时候留住了我。所以你的爆红是，我觉得是迟早的。像你功底这么好的一个艺人，爆红了之后，你反而又要再追求你最初的梦想，就是我要演戏。就是因为太喜欢了，我一直都没有放弃。你这么爱戏，你什么都可以放弃，你会不会放弃 DJ 这一块？那绝对不会。奇怪了 ，DJ 有什么魅力？你跟我讲。广播也是一种声音表演。我先跟你讲话，可是我在电台我开麦的时候，现在时间是早上7:35，就不一样了。我在用另外一种语气跟听众讲话，所以我喜欢讲鬼故事，因为它是另外一种声音表演。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声音在演戏，是，也是一种戏剧的表演。对，它其实很有张力。像我们讲鬼故事，为什么我觉得听广播的鬼故事远远超过你看电影的？因为你听着我讲，你有更多的想象空间，你觉得他就在你旁边。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你的 DJ 的这一条路，也不是走得很顺利，因为你不是被签约的 DJ， 刚开始。广播这条路真的不好走。我那个时候真的急着要一份工作，我还是一直要求说可不可以当 full time， 他说不行，然后就遇到了文树森先生，他说重庆喜欢写吗？我说我喜欢，好，那我给你做一个笔试，写得不错，我来给你一个特别的，因为你也可以主持，你就成为我们综艺组第一个主持兼撰稿，你可以写你自己的节目，你自己主持，你可以帮别人写。哇，我非常感恩 Mr. Man。然后我写了《我们正年轻》，然后后来就成人杂志，那个只有声音的出现。有时候导演会讲说：“哎，你正后面这样晃一下。”好啊。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下，你还是很努力的，一直要往前进，这个心态不容易。所以后来，我当撰稿为什么会辞职？是因为电台那边讲说：“哎，我们需要人哎。”哇，好开心啊！我就跟 Mr. Man 讲，我要去当 DJ 了。Mr. Man 说：“那是你的梦想，你去。”我就跑，就很开心的。电台那边忘了告诉你，我们找到人了。哇，那个时候我就因为在电视那边也赚了一笔钱，所以我就拿那笔钱去读书了。我当然继续在电台当 DJ 啦，当 part time DJ。你在 DJ 的行业里头获得蛮多的奖项，6个奖项。蛮多的。最受欢迎有好几个，幽默我拿过2、3届最幽默 DJ。我拿了第1届的最幽默 DJ 的时候，我的大老板石惠敏小姐，她就重庆怎么样？加入了我们开心吗？我说老板，我还没有加入，我现在是 talent。搞什么？怎么还是 talent 呢？哎，过来，明天就给重庆签约，去签个3年啊！一直是你梦寐以求的，一直希望一个稳定、有发挥的地方。内纸合约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亮点，因为是我要的东西。但是电台也有它很辛苦的地方，每天4点半起床不是盖的。所以你看你不讲，我一直觉得周重庆这个人物跟电视台跟广播息息相关。但是你跟他们的缘分，在从那么晚之后才开始。我是从电视开始很久之后，我才加入电台的。因为安迪鲁西之后呢，我已经就是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电台人。我每次做完广播之后，我就必须到电视那边去做拍摄。像我拍118的那3年，我都是值了班之后下去 make up room， 如果头发长剃一下，化个妆，换好衣服进场就演到幸运的话，傍晚7点多钟我回家，辛苦一点，晚上11点多钟我回，每天都是这样，没有生活了。所以就拍到其中1年晕倒了，进医院，医生直接告诉我，这是很危险你要好好休息。拼了命做啊你！但是我很喜欢啊，对我来讲很重要。
所以现在到了你朋友圈的问题，这边我们就先要快问快答。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你想拿超级红星多久了？哇，很久。几年？如果有机会的话哈，我觉得我应该在5年前可以拿吧。OK， 好。娱乐圈里你觉得最假的人？是谁呀？嗯，一定要讲呢？对啊，不可以啦，不可以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 OK， 好。你曾经对女人始乱终弃，对。Oh my goodness。你身边有女人愿意为你生孩子， Yes。偶像范文芳跟妹妹瑞恩选一个，瑞恩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比较需要我的爱。来，我们来说关于你的这个朋友圈，朋友圈啊， OK。你跟很多我们接触不了的人成为好朋友，比如说瑞恩啊，她就是比较属于酷姐姐，你怎么样可以跟她成为好朋友，走进她的心里的？其实我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这样的，我以为我们会火星撞地球的。其实我以前很早之前就跟他接触过了，他是歌手的时候我也主持过他的第一场的那个表演会，就是我主持的啊。所以我其实已经懂他了。后来我在电视台看到他，我确实遭遇过，他就这样走过我，然后直接去 make up 的尾端坐下来。我经历过这样。我们那时候在拍《黑玫瑰》的时候，你就很 shock 哦，怎么有这样的人？就是他有时候会没有跟人家打招呼。是我跟他破冰的第一次，是我们的第一场戏，在戏里我是他哥哥嘛，就在四方，所以那场戏是他下雨，他淋湿，然后他就跑进我的车，我的台词是，我都跟你讲去 reception 接你了，你不要听，要我在后门接你，看淋到满身湿湿。可是他进来的时候啊，我看他真的淋湿，我看到他的内衣的颜色，所以我就加了这句台词，我说你看淋到全身湿湿哦。我可以看到你内衣的颜色，好不好？我在想，一就是他 ，cut，what do you mean？ OK 了，接下来我就有的受了。我已经，你真的是讨人厌。我就是你要 try， 你就硬要 try 那个 try 啦 try 这样。可是我讲完之后，我就我心里的潜台词是糟糕了，怎么办这次？可是他回我，有咩？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他也加了台词了啊。后来导演就看，不行啊，这个我不可以出街啊。等我们两个就笑了，然后就有聊天，合作的时候，他有跟我说，我期待今天跟你拍。什么时候开始互相交电话更熟悉的？第2系列的时候，所以第1个系列都还没有。可是我记得我拍第1系列的最后一场戏，在机场拍完了，我就收工了。他上那个 escalator， 我也走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拿包包走，我突然间听到一个人 ，brother。我就转过去，他在 escalator 上面，他就跟我挥手 ，Thank you so much。对我来讲够了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的瑞恩，他跟其他人可以这么公开的交往，还没有，他还是有点障碍，还是冷冷的瑞恩。第2系列其实还在冷，然后突然间有一天，瑞恩就今晚有空吗？我说啊，拍完了，晚上啦，about 10点这样。说有啊，明天没有拍还好。电话给我，我就把我的电话递给他，他就，这是我的 number， 等下我们去吃点心 ，OK？ 说好啊，那我才有了他的电话。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出去吃宵夜，就有说有笑。之后我就很老实的告诉他，我说你看到艺人打一声招呼会死没？没有人教我啊。没有人教我这么做，我说没有人跟你讲，我先跟你讲哦，不会死的嘞，你先讲一声，看会死吗？然后就笑了。后来我跟他真的是已经是很好了，我就说你今天跟我开始学习，看到人你打招呼，你自己向前去跟他讲话，答应我可以吗 ？I try, no try， 要做。说然后有一天傍晚电话响。Hello， God， 哇，我成功嘞！我看到这个人我过去跟他打招呼哇，他的下巴掉到地上嘞，好像是很纯的小孩子。他没有想到嘞，哇 ，I think I am very good today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
什么原因促使很多人不了解他，走不进他世界，甚至于可能误会他？我觉得他曾经被伤害过，所以他觉得这样的一个表现，大家都不要来靠近我，最好的。我也是懵懵懂懂闯进了他的世界，在他最 down 的时候，我一直都陪着他。瑞恩曾经跟我讲过这样的一段话，他说：“真的没有想到，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你。”他那时候状况是怎么样？因为连连发生事情，对，所以他是很没有自信，没自信。对，很害怕，很担心，天天就会看着人家怎么评论他。重庆在这个圈子是出了名的好脾气，去到哪里就像一个开心果。这是真正你的本人吗？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人，后来长大我没有很开心，是因为很多我要的东西我得不到，所以我会开心的背后总是觉得为什么这样？当然家人也有关系，我觉得我在家人的爱方面不是很平衡。OK，所以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在外面寻求更多的爱、关怀、家庭的温暖？这个就要说到孩子，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小朋友，所以我就有很多的干儿子、干女儿，总共有几个？加到来有28个。为什么哈？为什么你会在演艺圈有这么多的干儿子、干弟弟、干哥哥？我叫大家姐姐，我觉得是一个尊重。会有那么多小孩，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小孩子，而且这些小朋友不是说一看到就干的。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干爹，我一定要先寻求他家人的同意，我才会把他当作是我的孩子，因为我有责任要引导他走向正确的一个方向。你不会有压力吗？这么多的孩子？不会，我这些小朋友也不会向我要求什么。你这些年来收了这么多的干儿子，对于你来讲，是因为你可能不会有婚姻跟生孩子，在弥补这一块吗？是因为我太喜欢小孩。如果我今天结婚生孩子的话，我应该起码5个吧。我觉得我像个爸爸，我也像个妈妈。你有他们的照片吗？这是Julian很小的时候，好可爱啊！这是他长大一点了啊，OK， 呀。OK，然后呢，再大一点的Julian，你看好可爱呀。你有一个最大的那个那时候常带来电视台那个当兵了 Jacob， 什么当兵？现在做生意啦，赚大钱了。这我们这些阿姨也是看着他长大的。对，你带着他进进出出。他跟凯西你也熟啊？是，你就常常带着他进进出出的。是。然后这边重庆我也想知道，就是你给人家感觉一直就是非常的人缘极佳，对谁都善解人意，这是真正的你吗？我还有讲义气耶，除了你讲的，因为我从小到大，很多朋友，可是我体会到，真正可以谈心、可以结交的朋友其实不多。可是我觉得你太 nice 了，你对谁都很熟悉，对谁都很关怀，这是一个人的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了。哦，这个是好几年前的我，真的啊？我现在不会了，我现在不会对任何人、每个人这么 nice。你什么时候变的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觉得这个圈子其实是虚假，然后所以你是因为后期觉得演艺圈是非太多，太多以讹传讹的一些，太假了，有一些人，我不行，所以我很喜欢黄思甜，很多人对她有误解。你喜欢的都怪咖哦。黄思甜是很真的女孩子，我一定也是你喜欢的行列。哦，你是我喜欢的，都是怪咖，问题很 question mark 的一个人。没有黄思甜，我知道有时候人家觉得为什么她这样的，是因为她真啊，她今天就是浮躁，她就给你一张浮躁的脸。如果她浮躁，她还跟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她很真呀，是，所以人家就是对黄思甜有误解，我珍惜这样的朋友。呀，其他的，所以也就是说，一直以来这么开朗、这么讲义气、这么面面俱到不得罪人的重庆，最后你选择了就是我不再这么开放了，是因为不值得，
因为我每一次都用我的真心对人，可是人家这样回应我，我觉得不值得。我宁可把这些真心对那些我知道真的对我好的。我倒喜欢后面的你了，这样，因为以前我觉得你很好，真的很好，有你的地方就有开心的笑声。可是我一直觉得你会活得很累。我觉得我真的累了，所以我不需要这样。我最近身边有很多我很爱的朋友，这些是我真正爱的朋友。我对朋友，我爱他们，我真的是重新出发的。对他，重庆常常会做一些这些小心意、小动作，很贴心。他有一次去日本，然后还记得妹妹喜欢画图，还买了那个 color pencil 给她。我不懂，你怎么可能在日本街上看到这个东西啊？一凤的女儿，你懂吗？就是有心，有些人很有心，你是特别有心。是我觉得我要开心，我喜欢看到人家喜悦的样子。叫你，我给你一个东西，拿。我很喜欢看到那个表情，拿到一份你意想不到的礼物的时候的那种表情。你看你一个举动，10多年后我都一直记得这个小举动，是挺不错的。我们现在还有一份特别的菜肴要送上给你，这个才是你有感情的一道菜，谢谢。给你看一下什么特别的菜肴，来。哦，五香，我妈妈做的。哦，这道为什么你们懂？蘑菇鸡，来谁做的？买的啊，不可能，热腾腾的上好不好？这个你一定要吃了，这个是太有心意的一道。baby 做的哈，我的奶妈的儿子，很好吃的啦。这个 mushroom chicken 我的 favorite 来的，他很会煮的，有一个家传的味道。这是我奶妈的秘方。他吃的很棒哎，你要学啊这道菜。不用啊，为什么要学？什么都靠人。我吃到光光，你看，你要跟你朋友讲，我吃到光光。你再吃了，快点。我 OK 了。你在煮我这样子。不要紧，我等下可以拿回去。我明天可以吃这个。是我要拿回去。你拿回去了。那就不要吃了，收起来。不要浪费。So childish。这节目就是 A 美食的时候啊。OK， 要言归正传了。重庆的原生家庭，就是你跟你的父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 ？OK， 我家就是爸爸妈妈，然后我妹妹。我爸爸是一个严父，但是他其实对自己不严，没有，他心地很善良。然后妈妈呢是有时候很自私，可是她的自私是很可爱的。因为小时候家里真的很穷，然后我妈妈对金钱方面抓得比较紧。我跟我妈妈关系比较紧张的是我当兵的时候。当兵我们每个月只是赚200多块钱，可是那个时候我每个月怎么样都得拿出500块给我的妈妈，因为爸爸也没有工作，然后妹妹在读书，所以妈妈就说：“你当兵了怎么办啊？”我说：“我每个月200多，我自己可能收30块，我200给你，不行哦，那家里怎么办？”他没有想到，我当兵真的很辛苦，我没有办法拿到那笔钱，我怎么去拿那笔钱？所以3个月之后，很幸运的我被转去军乐队 ，military band。然后军乐队是每天早上8点到5点，5点之后，丽丝姐姐那个时候是彩虹夏日营的导播，丽丝姐姐说：“重庆，来帮我演妙妙博士，顺便赚点零用钱。”然后933那边就，那你周末你回来当 DJ， 赚一点零用钱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新加坡开了一家新的一个制作公司，叫 Channel KTV。然后我很幸运的去试镜，我成功成为了他们的主持人。每个月拍大概1、2集的节目，每个月我有4位数，哇，很多了。所以我很开心。你认为你的父母是一个怎么样的父母？你跟他们感情又如何 ？OK， 我很爱我爸爸，可是我很怕我爸爸，因为我爸爸他爱喝酒，酗酒，他酗酒，所以从小他喝醉酒，他就会
对我比较不客气，常常会吓着我，所以我到今天，我在街上，我一看到有人喝醉酒，我就会发抖，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心理障碍。所以你会不会觉得，可能从小的因为这样的环境，造就你希望得到快乐的生活，跟讨好人家的生活？嗯，因为如果你健健康康在一个原生家庭的话，一般这样的孩子是不会替人着想的。我干嘛要你开心？我自己开心最重要。也对，但是我从我爸爸的身上，我到今天我就是滴酒不沾，哎，因为我就是不要做一个酒鬼。是，然后从我妈妈的身上呢，我学会了，不要太无理取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真的嘞，这是真的。对我自己也很不好意思的讲，不一定是有问题的父母就生出有问题的孩子，因为他们很直接的就可以看到，在他们身上，我不要有我父母这2个缺点，我就人生胜利者了。你的童年有谁疼惜你？我不能够说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很爱我，是，只是我爸爸喝酒的时候，他就会忘了这件事情。第2天他会来跟我道歉，然后我就会哭。我妈妈也有她很可爱的地方。妈妈打你吗？妈妈有处？妈妈不打我，但是妈妈有一次，我的童年的朋友就说：“走，我们一起去偷东西。”我说：“不可以，我们不可以偷东西的。那你陪我去。”然后就去杂货店，快点拿。我做不到，然后他就拿了那个口香糖，然后我们就跟着跑出去。你看这么容易，来，我们1人1半，他就给我1半，我就吃着那个口香糖，然后就可是我就是没有偷。当时我觉得很骄傲，我就上楼，我就跟妈妈讲，我说我今天我朋友要我去偷东西，可是我没有偷，我很开心。然后我妈妈就是吗？他偷了什么？他偷口香糖，你没有偷，为什么你有口香糖？我说他请我吃的，他这么好请你吃，他就跟我爸爸讲，他偷东西。哇，我跟你说，我爸爸是在没有喝醉酒的情况下打我，打到我的后腿都是藤条印。哇，我真的很尴尬。我第2天要上学，都看到那个藤条印。啊，有人被打，very good，这样子。哇，当下我眼泪流下来，然后我就跑去百货商场，我就看，这个东西不错，也没有技巧，就这样拿放进 pocket， 马上就被抓。被抓的那一刻，他就走，偷东西，跟我来去 office， 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。我当下很开心呢。OK， 我妈妈要来了，so 我妈妈就来了。为什么这样啊？我就很叛逆，我就看着她，我妈妈就还了钱，走回去。一路上我们没有讲话。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偷东西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没有偷，你讲我偷啊。”然后我被爸爸打，所以我就真的去偷了，要不然我被打就白打了。对呀，我妈妈就看着我，我妈妈抱着我，她跟我说对不起。那是第1次我妈妈跟我说对不起，她终于知道她冤枉了我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一个点啊，就是促使你以后长大，你不能被人家误会？你拼了命，我就算再和蔼可亲、人见人爱的重庆，一旦你误会我就坏了。就好像我决定我朋友不要这么多，也是因为这样。我对人家这么好，然后哇，人家竟然觉得我怎么样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被人家误会，对呀，被人家不理解的感觉，很不好。对，你还带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物品来到节目中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我很喜欢的那个卡通那个日本的。以前我们很喜欢到这个日本的百货商场，摇汉去那边逛，即便在家里再没有钱，我妈妈都会每个月带我1次到那边去做一些那个马车啦还是什么，因为我很开心。然后就在那个游乐场的旁边呢，就是卖一大堆的这些卡通物品。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杯子，我就跟妈妈说，我很想要，
我妈就哇，真的很美，拿起来看那个价钱，我妈妈放回去，她说等我们等好吗？我也很乖的，我就等。2个礼拜后，我妈妈再带我回去，她就买了那个杯给我。她说我爸爸给了她一些钱，她就有能力买那个杯给我。所以我从小就懂得，你喜欢什么东西，不要急，等就会有，努力等待就会有。所以我家里有几个类似这样的杯，就是提醒自己，你要什么东西，自己努力的赚钱，就会得到。是我妈妈教我的。每个人都有过去的一点点的那个渴望，到了长大之后可以自己弥补，或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 goal。长大之后，你忽然发现这个东西我已经触手可及，你就告诉自己，我值得了，我来了。我不会急着要一样东西。其实包括你的事业也是一样啊。对，等了你20真的等到Auntie Lucy，再等到10座超级红星，等了24年，你终于还是等到春天。当初的那个被看好的长腿，后来没有尝到，后来没有尝到，被看好的那个可爱的小男孩，爱演戏的小男孩，一直到爱主持 DJ。你以为自己都停留在15岁冻龄了，可能不会有前途了。可是你 everything 到了50岁，突然间开挂了，你就开花，整个就好像已经开始结果，你已经在尝你的这个胜利吧，我们这个成功的果实了。好，那重庆已经是我们下一届的超级红星了。这一路走来，你要不要跟一些曾经瞧不起过你、伤害过你的人，跟他们说些什么话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你曾经在开会的时候觉得我不行，或者你曾经嫌弃我，都没关系，我要跟你说声谢谢，就是因为你，我觉得我更强壮，坚持是雄壮的，真的是呀。接下来这路还很长，不是说你拿到超级红星就。其实超级红星是一个里程碑，对呀，它还有更高一个斜坡在上面等着我们大家去爬。好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重庆，当然你也就是我们来届的这个超级红星跟葛平大哥，然后记得你在感谢池上也有一个特别的嘉宾来，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了，特别做最贵的礼物。Oh my！ Auntie Lucy 回来了！哇，哎呦，这个是。他头会动了 ，so embarrassing！ Oh goodness， 很像哎，像我看了也觉得特别像，非常怀念。但是我在这里要代替观众朋友，代替我们节目制作组，感谢你能够出席，因为最终还是要感谢你在这么多年来牺牲了自己的外貌，造就了一个活生生有灵有现的一个 Auntie Lucy， 然后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，不只是在电视上。然后还有在广播，也都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跟笑声。在这里，谢谢重庆，希望超级红星之后还有更顺遂的道路在等着你。谢谢你，谢谢重庆 ，Thank you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，Cheers。医生跟我妈妈讲，我8月9号会出生，所以妈妈就帮我想到了叫周国庆，可是我迟了6天。后来那个 nurse 就问我妈妈，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全部的人冲来冲去啊，周冲庆了。然后那个护士就安迪虫好不好？比较好听哦。好了，哇 ，nurse 啊，感谢你啊！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